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5月6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好，欢迎金毅来了啊，还有Hardwin 裴静，欢迎。好，那么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先帮我点赞支持老师哦。好，那今天我们也要学习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字，叫低。这个字有非常多的意思，我们今天来彻底的学会这个字啊。好，那老师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各位了，希望呢大家要记得回来上课啊。好，老师看到南武、林子、宋平，还有这位同学，欢迎你哦，还有雅迪，还有这个Septi， 欢迎，还有这位同学美莲、慧君，好，还有 Instagram 上面，还有 Facebook 上面的朋友，欢迎大家。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好，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好，13264，中文要怎么说？13264，我们再看一遍，13264。好，13264。好，欢迎我的脸书没有上去吗？是脸书的同学有看到我吗？看一下哦。好啊，应该有，脸书的同学应该有看到我。好，13264，中文要怎么中文要怎么说呢？好，林子 Simon Hardwin 13264，答对了。裴静宋平 C 同学13264步，很棒。好，还有好，还有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啊，很好。欢迎大家。还有谁？Septi 13264步，好，没问题。好，这个每天我们都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啊。好，美莲跟慧君13264步。好，那么PC 好久不见，13264。好，那么我们来上课吧。南武也答对了哦。好的，好，月莹来了。好，金毅13264。好，那么我们来上课吧。好，请大家跟我一块儿念这些词汇哦。第一个单字叫做低，低。第二个雨滴，雨滴。特别这个 u 的音你们不太会念，我们多多练习哦。雨，雨，好，这个 u 的音比较不好念。雨滴，雨滴。好，再来滴落，滴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低。低呢可以当做动词，我们常常会用的词汇是滴落。这个落就是 like fall, falling down, fall， 所以滴落就是 dripping 或者是 falling。好，滴落，好，这个词汇把它记起来。什么叫做滴？滴就是液体。什么东西是液体？像水，水是一种液体。各位同学，你们还可以想到什么东西是液体吗？像血液，血液啊，大陆念血液，对不对？血是液体，对不对？你们最喜欢喝的茶也是液体啊，所以这个液体都是流质的东西啊，流质的东西。好，所以呢，流质啊，液体都是流质的东西啊。对，血液、可乐，林子很棒，可乐也是液体，当然呢，可乐、果汁、茶、咖啡都是液体。像老师最近不能喝咖啡哦，对喉咙真的不太好，对不对？好的，一点一点。所以呢，这个滴是这样
这个才是滴，因为液体可能是用流的，那这个如果它是这样子是流下来，所以各位同学，滴跟流啊是不一样的一个动词哦。很好，豆浆还有酒，对不对？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滴跟流是两种不同的动作，两种不同的动词。滴是这样，一滴一点一点的向下落，这个叫做滴。那流呢？所以我们中文说河流，对不对？流比较像英文的 to flow， 流，河流，河流下来，跟滴是不同的，不同的意思。好，我们来看我们的句子，雨从屋檐滴落。好，从就是 from， 雨从屋檐滴落。好，屋檐是哪里？这个地方哦，屋顶的边缘哦，就叫做屋檐。好，这个你们要记起来哦。我们中文有屋顶，那屋顶就像英文的 roof， 哇，整个哦，房子最上面的地方，外面最上面的地方，那个英文叫 roof， 中文叫屋顶。屋顶的边缘哦 margin， 对，很好，林子帮我打出来了。屋顶的边缘哦，就叫做屋檐。那下雨的话，水往低处流，对不对？所以呢，雨通常会从屋檐滴落，啪啪啪啪滴落哦。好，所以你们要记得屋檐啊，屋檐当然不等于屋顶了啊、哦，屋檐是屋顶的边缘哦，边缘。好，好的，好，听得懂哦。雨从屋檐滴落。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语法点，某个东西从 from 什么地方？好，我们通常会加上一个地方哦，从哪里？从某一个地方滴下 falling down， 或者说滴落 dripping。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滴下，你也可以说滴落。刚刚的雨从屋檐滴下也可以啊，滴下我们常常会再加一个补语，叫做来，滴下来 falling down。哦，我们会加个我们再会加个来啊。雨从屋檐滴下来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一题，立敏切 洋葱时，好，洋葱就是 onion， 你们有没有切过洋葱？你们如果切洋葱的时候，那个很刺激，对不对？哇 ，very 英文怎么说 ？aggressive， 哇，切洋葱的时候啊，那个洋葱会发出一种很刺激的味道，会让你的眼睛很受不了，会刺激过度了哦。所以立敏切洋葱时，双颊 cheeks， 双颊滴落，好，眼泪 tears， 从 from， 好，请问答案是什么？立敏切洋葱时，眼泪从双颊滴落，因为洋葱的味道太刺激了，我们受不了，就会流眼泪，眼泪就会从双颊滴落。屋顶跟凉棚是不一样的哦。哦，森姐完全不一样。凉棚不是在屋子上面的，凉棚跟帐篷有点像，不过凉棚只有在上面，帐篷是整个三角形的，对不对？凉棚只是有一个顶而已啊，屋顶跟凉棚是不一样的哦。好 ，Hello 巴佑你好，我的手机滴下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从你的手机滴下来？水吗？啊，所以你要告诉我 something。所以你们用滴落一定要告诉我是什么东西滴下来啊？对，眼泪从双颊滴落。对，立敏切洋葱时，眼泪从双颊滴落，因为洋葱的味道太刺激、太强烈了。好，很棒啊！好，那么我们再来做一题。好，周山跟佩佩猪都来了啊，欢迎你们。好 ，Hello May， 你好，May 来了哦。好，我们再来做一题哦。
我们可以说某个东西从一个地方滴下来或滴落，我们也可以常常搭配一些副词。老师现在念给你听，我们常常用的副词是什么？慢慢的滴落 ，slowly dripping down， 慢慢的滴落，它不是啪啪啪。好，缓慢的滴落都是一样 ，slowly 的意思。慢慢的滴落，缓慢的滴落。那如果呢，它滴的非常的这个连续，它没有中断，哒哒哒，一直滴，我们可以说不停的滴落 ，like non-stop， 也可以用不断的 ，sorry， 不断的滴落，你也可以说不停的滴落，表示 non-stop， 没有停止，它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好，这些都是常用的副词。我们来做题目，农夫 farmer 辛勤的 diligently 辛勤的工作，农夫辛勤的工作，汗水 sweat。各位同学，我们中文说汗水，它是一个名词那如果你要用动词 to sweat， 我们中文要怎么说？你知道吗？ sweat 是一个名词你可以说汗水，你可以说汗珠好，通常你运动的时候，运动完了你的额头 forehead， 你的额头上会有汗水，我们中文也可以说汗珠。那如果要用动词怎么办呢？ How to say to sweat？ 中文要怎么说？你们会吗？好，冒汗，流汗更好，流汗是因为运动之后汗水流下来了。那如果是冒汗，表示你很紧张。一般来说，冒汗是因为很紧张，你的心情很激动、很紧张。另外一个可能是，如果你冒汗，可能你生病了，你可能感冒了，你会冒汗。通常因为运动而汗水出来，我们会说流汗。流汗通常是因为运动。或者是工作，像农夫工作，我们会流汗。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汗水它是一个 noun， 是个名词汗水、汗珠都是名词。如果你要用动词，我们一般因为运动或工作，汗出来了，我们可以说流汗。冒汗是可能因为生病或紧张对，出汗也可以。出汗一般会说我的手掌出汗了，有的人的手很容易出汗，对不对我的手掌出汗了，它不是因为运动造成的，可能是因为一些生理现象所以每一个动词它可能用的 scenario 不一样，用的语境不一样今天我让妈妈不开心，妈妈的眼泪滴落下来，可以。好，农夫，老师还没有念完。农夫辛勤的 diligently hardworking 工作，汗水滴落不停，这边可以加个的，也可以不要额头 forehead。好，农夫辛勤的工作，额头的汗水不停滴落，很棒。农夫辛勤的工作，额头的汗水不停的滴落，很好。好，没问题。额头的汗水不停的滴落，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去健身房运动，额头的汗水不停的滴落，可以这个汗水不停的从额头滴落，可能你在运动，可能你在工作好，辛勤跟努力是一样的意思不过辛勤你会觉得更努力，很勤劳，更努力所以辛勤跟努力是可以当做同义词的，它们是 interchangeable。好，所以你可以说农夫努力的工作可以，不过辛勤的我觉得更 poetic 更有画面感 vivid， 更有画面感我个人蛮喜欢这个词的，辛勤的 more vivid like 更有画面感picture it 好，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什么东西
滴在什么地方的上面、里面或下面。好，所以我们可以强调这个液体是滴在什么地方啊？什么位置啊？什么位置？好，某个东西滴在某个地方的上面、下面或里面。好，所以我们来做题目：一大滩地上，雪滴在。好，一大滩，滩就是 like a puddle， 滩就是这样，好像水洼一片这样子啊。所以各位同学，现在我给你看这个图啊，这里就有一滩，而且这滩血还蛮大的呢，所以我可以说一大滩血，表示很多很多，它不是小小的。你可以说一小滩，你可以说一大滩，你也可以说一滩就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个 puddle 比较小，一小滩；如果你觉得这个 puddle 比较大，一大滩。如果 you don't want to say big or small， 一滩也可以，一滩血，一大滩血，一小滩血。好，这个就看起来蛮多的，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大滩血哦。好，地上雪滴在，到底是谁杀了约翰？好，到底呢是一个副词，我们常常用到底来强调问题 emphasize.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the answer. Okay, so we use 到底 to emphasize a question, like the hell in English. 好，到底是谁杀了约翰？一大滩血滴在地上，到底是谁杀了约翰？一大滩血滴在地上，到底是谁杀了约翰？血滴在桌子上，可以，这个句子可以的。好，地上不行，我们要先讲什么东西？我们这个东西是血啊，血这个东西啊。好，一大滩血滴在地上，到底是谁杀了 John？ 好，没问题。好，我们看 May 的句子啊。这位学生虽然对中文不太了解，但是他很辛勤的学习每个练习。但是他很辛勤的学习，每个练习都做完啊，加个逗号。但是他很辛勤的学习把每个练习都做完，把每个练习都做完啊。茶水滴在茶托上，很好。好的，没问题。我们再看下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可以支持理查老师。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哟。好，成为我的会员。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成为我的会员也没有关系，帮我点赞啊，帮我点赞。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这个滴除了刚刚当做动词之外，我们还可以当做名词。滴可以当做名词。那么我们常用的呢，有第一个血滴在台湾我们会念血了啊，血滴，在大陆会念血滴，好奇怪啊。好，血滴，我用我习惯的念法好不好？因为我在台湾嘛，血滴blood drop。你看他的手指上有一滴血滴这个人的手指上有一滴 a drop of 一滴血滴。好，那当然我们还可以说一滴血滴我们可以说一滴水，好难，水滴 water drop。 好，那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滴水滴这样的东西叫水滴。 OK， 再来下雨的话呢，你会看到雨滴 raindrop， 雨滴。好，再来呢，我们流汗的话，一颗一颗的汗珠，你可以叫它汗滴，可以的。汗滴、汗水、汗珠，意思都差不多。好，老师再念一次。好，血滴、水滴、雨滴、汗滴。好，妈妈脸上
你可以说掉落了一滴泪滴，太多滴了，掉落了一滴泪滴。妈妈流泪了就好了啊，简单讲就是妈妈流泪了，妈妈的脸上有一滴泪滴啊，可以耶，泪滴很好诶啊，我觉得这个泪滴蛮好的哦，泪滴也有人讲啊，可以用泪滴。泪滴，特别是在一些 poetic 的地方，我们会用到什么什么滴啊？好，泪滴，一滴油可以的 ，a drop of 啊，这个有2个发音，不过我要告诉各位哦，刚刚好像那个谁啊，森杰也有这个问题哦。老师要告诉你们，其实呢，在香港跟在台湾，我们都念血就可以了，流血哦，我流血了。血液，我们念液不念液啊，所以这个字在可能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发音。在大陆如果是词组的话，他们会念血液，他们会念4声的血液。在台湾跟香港会念血，所以我觉得你们不用太在意这个字的发音啊，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发音。你如果有机会到这个地方去生活，你去听听看当地的母语者他怎么念血或血啊这个字，用当地的方式，让当地人习惯的方式啊。这个字可能在不同的区域会有大家不同的习惯念法，像在台湾跟香港就只有念血，我们不念血哦。好，那可能在大陆会念血统、血液、血缘哦，那就看地方了啊，看你在哪里啊。好，不同的地方发音就很不一样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滴还可以当做什么词？量词。所以我们刚刚说一滴水滴 ，a drop of water drop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用呢 ？a drop of 我们可以说一滴雨，一滴雨，我也可以用一滴水，我可以用一滴什么液体类的都可以，一滴酒 ，a drop of wine，a drop of liquid， 一滴汗。对不对？都可以。好，所以我们用数字加上滴，再加上这个液体。好，我们来做题目。一滴，好 ，a drop of。叶尖，叶就是 leaf， 尖就是 tip 啊，尖就是某个东西的尖端，像老师拿着一支笔，对不对？那这里叫什么？笔尖，笔尖。所以这个尖就是 tip of something， 所以你看老师的鼻子，这个部位叫做鼻尖 ，tip of your nose， 鼻尖所以尖就是 tip of something， 叶尖就是 tip of the leaf， 从露珠。好，各位同学，露珠就是早上的时候。在叶子上面都会有一滴一滴的露珠所以这个通常早上在叶子上面可以看得到一滴一滴的露珠，你也可以叫到露水，露珠跟露水都是可以的好，这是英文的 dew， 对不对？好，老师念一次露珠、露水就是英文的 dew， 早一点起来。你都可以在叶子上面看到一滴露珠好，可以一滴油，很好好，滴落，好，这个滴落是动词drip a drip or drop。好，一滴露珠从叶尖滴落，对，鼻尖很好。一滴露珠从叶尖滴落，好，叶尖从不可以，我们要先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先讲那个东西，一滴露水从叶尖滴落，非常好，答对了，很好。好，希望你们都答对了好，答非来了，一滴露水从叶尖滴落。好哇，那个感觉很棒，对不对？如果你早上早一点起来，到公园去散步，你会发现哇，很多
叶子上都有一滴一滴的露水，一滴一滴的露珠都可以的顶跟尖有什么区别？好，蓝墨这个问题呢很好，顶通常它的范围比较大，顶的 area range 比较广。你觉得这是老师的头尖还是头顶？它不是尖尖的，对不对？如果你说什么尖，它一定是它的这个部位一定是 sharp， 所以这个叫比尖，因为它是尖尖的。你不能说头尖啊，老师的头没有尖尖的，这个叫头顶，对不对？所以顶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点。像山 mountain， 我们不会说山尖，我们说山顶，因为山顶的 area 比较大所以顶的范围比较大一点。好 ，OK， 好，我们看下一题好，如果你说一滴就是 a drop of， 但是如果你说一滴滴，意思不一样了。它可以当量词，就是 drop by drop，意思不一样了，对不对 ？drop by drop。好，那一滴表示 a drop of， 它是一滴而已 ，only one drop。一滴滴是 drop one drop after another， 啪啪啪啪，这个叫一滴滴，意思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可以当量词用。好，也可以当副词用。老师举个例子，一滴滴汗从我的额头掉落，滴落好了哈，一滴滴汗从我的额头滑落，这个时候当量词。我的汗一滴滴从额头滑落，这个是副词，所以你的位置不同，它的词性就不同。放在名词前面，一滴滴汗，它就变成 many drops of but continuously。 OK， 如果你说我的汗一滴滴从，那这个是副词所以看你放的位置，它的词性不一样。所以这一题其实有两个答案，你可以用量词的答案，你也可以用副词的答案好，来，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一滴滴滑落从脸颊，好，眼泪 tears， 一滴滴眼泪从脸颊滑落，很好。墨水滴在纸上，很好。眼泪滴在枕头上，很好。一滴滴眼泪从脸颊滑落。好，宋平的句子我们试试看，眼泪一滴滴从脸颊滑落，可以。宋平的答案是当做副词like drop by drop。 好，所以宋平是用副词。好，答非的句子，眼泪一滴滴眼泪从脸颊滑落，那答非用的是量词。所以各位同学，一滴滴不是只有一个眼一滴而已它是这样drop by drop， 所以一滴跟一滴滴的意思不一样好，听得懂吗？希望你们听得懂好，这里叫脸颊、鼻子、鼻尖、头顶。好，来，滴好麻烦还可以当动词呢，不过呢只用在这个地方，就是滴眼药水。好，这里当动词 to apply eye drop， 这个就是林子送我的，这不是林子送我的我还没有用到林子送我的，这个就是眼药水。那这个动作叫滴眼药水，滴眼药水当动词用好，觉得很干 very dry， 像老师有干眼症，老师常常觉得眼睛很干。好，眼睛它于是 so 滴了几滴眼药水。好，这里的几就是 several 的意思可能是1到9的数字之间，我们可以用几，1到9的数字间都可以用几几滴 several drops of， 眼药水就是这个东西好，请问答案是什么？
他觉得眼睛很干，这题好简单。他觉得眼睛很干，于是滴了几滴眼药水。他觉得眼睛很干，于是滴了几滴眼药水。好，你们都答对了，很棒哦。好的，那么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喜欢今天的课吗？如果喜欢今天的课 ，thumbs up and support me。我们明天见吧，大家早点休息。老师不能讲太多话，明天休息，不是明天休息，早点休息，明天见，拜拜。